在解放军也有一些黑科技了。我们这一集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有哪些黑科技呢？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国实现用意念来操控无人机。原本是一人可以指挥一支的无人机部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针对一台无人机，而是一支的无人机部队，直击叫魔鬼鱼机器人测试现场，可潜伏海底数十天，集体群攻击敌航母。我们先看到了西北大学首架脑控无人机起飞画面，这是今年初哦，那么已经开始实验多机编队操控飞行。这项脑技术呢是非侵入式的，透过你的脑电帽去采集你的脑部讯号来做这一个无人机的操控。那么西北工业大学曾经据高原突触的飞行特点，那么研发出一个高原仿生飞行器叫云霄，那么曾经单次飞行2.5个小时的惊世纪录哦。那么这项纪录现在又被同团队研发的信鸽仿生飞行器给打破，这一次的时间更长，单次的飞行时间就可以来到3个小时。那么天上很厉害，水上更是蛮厉害的。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水池有一条叫做浮喷的正惬意游荡着是800公斤的魔鬼鱼无人水下潜航器，它的运动方式不会产生噪音哦，它因为没有声音嘛，以前过去都有一些运转机，然后因为它没有声音，它就不会被声呐给发现，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待着，而且低功耗。这些东西呢，不只是民用，它还可以用在军事上面。那么现在中国的电子战小工具将小型的无人机变成雷达上的飞行球场。当中国第6代战机以突破性的隐形涂层冲破天空的时候，有一群科学家却从反方向在电子战的技术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中文的期刊《雷达科学与技术》呢的最新研究，创新技术可以将带有雷达反射器的无人机，大约只有一个 iPad 的平板大小，在雷达上变得跟体育场一样大的不明飞行物，一群无人机就可以淹没雷达萤幕，欺骗敌方是雷达操作员。而现在就连中国的春运，因为春节要到来了嘛，也充满了这高科技。他说危险，请撤离。我们都知道过去大陆的春运呢，都是人挤人，车挤车，现在他们都出动了无人机在空中喊话。那么今年预估会有90亿人次出行，创下历史记录。但是要防了这个突发的交通状况，我们就带你来看到这个画面。现在无人机也出动了，它的技术被用来协助疏运广播，它直接飞到你的车的上头去喊话说，请你立刻撤离路肩，或是指示你怎么走，来帮助疏导这个交通可以更运行。那么你可以看到浙江的高速每天有27万辆车通行，每分钟有120辆的通过 ETC， 不止启动无人机来执法哦，还有上百套的感知系统，所以万一呢在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车祸或是拥堵路障，可以远端来移动操控。至于冰雪等重要路段，设置了一个叫做结冰的预警系统，可以来监测路面，你就知道这有多厉害了。还有人说，原来春运还可以这样玩哦！车站里面这些科技操作才是让你觉得惊掉下巴的。你看，在南昌东站引入了智能旅服平台。防入侵系统设置在站台的两端，只要旅客踏进框线范围内，就会有弹窗，让工作人员呢远程通话提醒他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不要再靠近了。而且还首次启用了智慧安检系统，每位旅客通过安检的时间平均只要20秒，整体的安检效率现在提高了大概16.67%，所以回家的路不再这么漫长，因为你缩短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再来，我们要带你看到这个画面，直击春运的所谓的科技范机器人的检修之旅。你可以看高空俯瞰之下呢，这一列列的复兴号井然有序停放在轨道上，整装待发，等待号令。有2组的动车组的智慧巡检机器人会在这个华中地区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武汉武铁动车段正式投用这个正常的列动车组，需要4个人进行检查，原本要3个小时，现在巡检机器人加入之后，3个人就好了，只要多少？1半的时间，1.5个小时。中国现在高科技造桥也创下世界纪录，我们带你看到世界第1高桥。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已经成功的合龙了，那么它在17号成功的合龙，被称为地球裂缝的花江大裂谷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呢，
全长2890公尺，跨径是1420公尺，桥面到水面的高度是625公尺，实打实的横竖都是第一。那你也看到主缆中直入智慧锁骨，那么你可以看到吊装中引入了北斗系统一系列的科技成果运用，让这座大桥完全是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国产建材。而现在中国大桥也再创纪录了，我们还要带你看到这个画面，最大的跨境主河梁独塔斜拉桥襄阳已经完成了通车，全长4454公尺，2个主跨大概330公尺的最大跨境组合的斜拉桥，湖北省襄阳市隆中大桥已经通车了。这也是第一次呢，在钢毛梁 模型的构件上呢，你可以运用这些智慧机器人的焊接啊，那么甚至焊缝的检测一次性合格率。你知道高达多少吗？竟然高达100%，等于是零失误哎。好，我们就来问一下帅将军，您怎么看？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这个大陆的黑科技现在用脑就可以操控无人机了。天哪！首先讲啊，你要根本溯源来讲，最近的黑科技是怎么发展的？自从马伟明玩电子东西、电气东西、电动的东西玩出名堂以后，你看，在军事重武上面，电子弹射、航母的电子弹射。海底下的潜舰拱推的这个技术，对不对？都造成武器界的一个大突破。现在把重点移到无人上面去了。第一个讲脑波控制，对，脑波控制以前很早以前美国就有实验，但是人的脑筋呢，那个想法太快，心猿意马，这个意念一转，你被操控的东西就失控了。所以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现在在研究，看它好像是可以成功操控哈。如果这个能够发展成功的话，这个驾驶舱这个驾驶员带上这个东西的话，带了一群无人机啊，那打起来可就精彩了。对，心里想什么就打什么啊。那个当然还有一段时间要进步，但是中国大陆除了电学的发达，还有个材料学，合金，跟你看就造出来锂电池啦，什么新的合金电池，电池造成全世界它最好的电池就是续航力很长，所以它在加在无人机上面就如虎添翼嘛。我的无人机可以飞多远，你的可以飞多远。你看便宜的无人机还可以用纸板做，就你家里那个箱子纸板它都可以做，也可以飞啊。它现在用那个秃鹰是什么？为什么在空中可以盘旋很久了？它是利用气流把它抬升上去，对，然后利用滑翔。秃鹰你没看它鼓几次翅膀啊？他只要找到一个热气流，他就上去了，所以他搞的这个无人机可能也是利用这个，用他的感知能力掌握到热气流，利用热气流的上上下下，它就可以飞行很久。那个信鸽啊是仿生科技，对，就是像个鸽子一样的，它也可以让人家看起来不像是什么的武器。第三一个，它这些材料力学啊，能够你看它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飞机的引进。它的耐高温跟耐用程度都提升了，所以还有就是仿生科技，海底下那个电伏啊，它没有声音的，它没有马达，声呐也，而且你用目视看它，它也是条鱼啊，对，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你那个声呐也找不到它，可是它可以攻击你啊，所以现在你看，我觉得老共有一点，科技上只要一点突破，百花齐放。你知道，我归根结底要感谢中国大陆的教育成功，培养出这么多理工学士，这么多理工博士。当他突破了某些物理上的限制以后，他材料也不一样了，电学也不一样了。这一点就是美国比不上的哦。这一点，因为他这些创新都是要靠一大堆的想象加工程师加技术加材料才能够成功，缺一样都不行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川普新政2.0震撼特别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全球严阵以待，经济战略外交布局将如何撼动世界？全方位深入分析。1月21日锁定 TVBS 56频道。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我们要问苑老师，又是怎么看中国大陆的黑科技呢？大陆的科技的发展分成2个部分，军用跟民用。我必须跟大家强调啊，
我呼应一下我们帅将军刚刚讲的大陆的教育啊，因为大陆的教育啊，目前为止啊，大陆受到这个一个句话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受到毛主席下教，落后就得挨打。那进步的话，就讲科技的进步。大陆的科技进步，大陆的教育完全是数理教育啊为主。最有名的学校像国防科技大学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啊，国防科技大学在长沙啦。你跟人讲到西工大跟哈工大，我有一次在福州的做到了无人船里面的操作船的2个学生，就是哈工大跟西工大毕业的。我当初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出国留学？”他们说：“出国留学有什么用呢？外国技术都不如我们好。”有自信，而且同时的话呢，厚积薄发，整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这里面所奠定下的基础，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发展科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有个美国人想到中国读书啊，对不起，你数学先考过了再讲啊，否则的话你只能读哲学啊。为什么有这么严肃的要求呢？因为在大陆的科目啊里面，基本上的话，它的数学的要求特别高，按照原来苏联的体制的要求。那他们的目的的话呢，就是发展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所以我们看到的科技当中，有军用的，有民用的，而且民用当中的话呢，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大家出行方便；军用的话呢，就是能打胜仗啊，其他没有了。那这个讲的话呢，简单，我不能说粗暴，但是非常简单。就是说对你来讲的话呢，里面发展各式各样，只要你有发明，只要你有创意，我现在必须讲一句话，就是没有你想不到的啊。就是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就能够把它做得出来啊！所以说大家就发挥创意。我刚刚在看这几个黑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现在生活还需要什么啊？如果天上飞的、海底下游的，通通都是武器的话，那还打什么仗啊？啊，对不对？那实际上的话，就是发展的非常有实力啊！我觉得大陆今天的话呢，是到了一个典范转移啊，科技非常发达，这个的确是全世界领先的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马上带您讨论。川普新政2.0震撼特别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全球严阵以待，经济战略、外交布局将如何撼动世界？全方位深入分析。1月21日锁定 TVBS 56频道。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要问一下严老师，你怎么看高科技造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陆，我认得一些学物理的朋友啊，他们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他们的物理啊是超前工程界几十年，好，就他们的研究的东西啊没有那么快能够运用到啊，但是呢累积下来的这种知识，以后一旦发展，就是成为科技了以后，那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大陆并没有，你看像台湾现在谁要去念物理，大陆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这种基础科学的人在做。那我觉得未来他们这个持续发展，这个绝对有我们这个研究发展的会说这个叫做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就是你没有前面的那些障碍，没有一些继承的概念啊。譬如说美国的基础建设现在很惨嘛，像桥梁，美国你看每天在整整修修，你干脆全部打掉算了。随着川普即将要来就任了，大家也会很关心，那抖音的未来到底还存不存在呢？我们就带你看到的是刀下留人请愿正在涌入白宫了。拜登说他不会在19号下架 TikTok， 但是平台的命运要交给谁？交给川普政府来做决定。那么美国媒体说，拜登似乎并没有打算立刻让禁令来生效。但是呢，有一位官员透露，美国民众也不用过度的期待或是过度的担忧，因为 TikTok 会在19号当天突然被禁或下架。那么现在美国最高院维持 TikTok 禁令，全美下架开始倒数。川普怎么说呢？川普是说，最高法院的裁定在预料之中，我对 TikTok 的决定将会在不久之后做出，请大家持续关注。而现在 TikTok 也先出招了，他的这个执行长周受资先来谢谢川普，他说呢，
我们会极力确保 TikTok 平台继续繁荣。他说，川普承诺跟我们一起找出让 TikTok 在美国可以用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代表全体员工跟每位用户表达对川普的感谢。而美国的 TikTok 现在有很多的难民，那这些人要去哪里呢？现在都涌入了中国的小红书上面去。华春莹说，很高兴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And also, you know something. So many TikToker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Well, I'd love to see that. But anyway, people, the young people have their freedom. 可以看到呢，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说，他 love to see that， 就是他很乐见这样子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小红书迎来了大批的外国网民。你可以看到大陆专家说，美国炒作小红书威胁论是害怕中美网友交流。有中国智库就讲到了，美国政客跟所谓的专家因应小红书登上 App 下载榜首的焦虑，所以现在要炒作的是威胁论，无法接受两国民众交流升温，担心中美民众友好之后，反而会让他们推动的反华议题难以为继。美国媒体就说了，中美网友呢共同完成了对美国政府的欢乐嘲弄。纽约时报的作家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些友好的互动构成了对美国国安政策的欢乐嘲弄，像是全世界对美国政府开了一个玩笑，你用担忧中国干预逼我们出走，结果没想到走的却是到另外一个中国的 App 去。那么这一场趋势炒热了一个新词，叫做赛博对仗。过去几天呢，用猫猫税破完冰的中美网友又开启了聊家常的模式。他们聊什么？聊物价，聊医保，聊学费，又聊电费，打破了不少对彼此日常的一些刻板印象，说哦，原来你们的生活是这样子啊。但现在有个美国大学生，他是怎么说呢？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看。And they told me that China has public school for college. Guess how much it is? Wrong. $650 American per year. I looked up the average price of 1 year of college in America. $30,000 is the middle for 1 year. And we have to go for 4 years for a degree. I'm moving to China. Are you kidding? 大陆的这个美国的大学生呢，比较了一下大陆的学费，发现哇，这个学费也差太多了。他都说他要搬到中国去了。现在就连华裔博士也有话要说，我们来听听看华裔博士怎么说。10 ye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U.S. media talking negatively about China has finally backfired. Flogging en masse of younger and not so young Americans to the red node enables them to learn about China on their own. How nice. What an irony. I'm so happy for you. 好，可以看到这位博士就说，你看如今终于被反噬了，因为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真正的中国，比任何的宣传跟苦口婆心好像都来得有用许多。那么现在美国收紧小额豁免的规范，防范中国低价货物进口避关税。那么根据贸易法301的条款，征收的关税商品将不再具有小额豁免了。美国官员说，他们这是针对了中国创立的线上零售商的增长是关键因素。那么呢，以低价销售的商品而闻名。现在川普2.0关税的新说辞是，美国点名中国的造船业不公平竞争，拿补助压低成本，还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他们不合理啊，帮助自家企业在全球造船、海运跟物流产业追求主导地位，企业获得优势，辅助或不合理的压力成本的资助，借此打败海外的竞争对手，让美国企业面临到了一个巨大的负担。那么美国接下来要接任财政部长的人，现在也力挺向大陆征关税。他们说，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关税将平衡跟中国的贸易，让美国工人来受益。甚至他还讲到，中国处处严重衰退，为史上失衡的经济体。那个美国的准财政部长班森特他说，他们处于严峻的衰退跟萧条中，正试图透过出口摆脱困境，所以他们急需要这个内部再平衡。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看 TikTok 的未来呢？ TikTok 其实我看是很有希望能够复播，因为它不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延长30天也好，90天也好，可以充分的进行诉讼，再诉讼，
而且川普也可以说，你这是拜登的行政命令，经过最高法院核定的要禁。但是拜登可以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言论自由到大法官那边再去解释吧，这个 TikTok 也就解脱了。但是这面最好看的就是小红书了。小红书，你知道，美国利用媒体，全世界的媒体丑化中国大陆，什么新疆问题了、种族灭绝了、西藏奴隶了，一大堆的东西。那一般平民老百姓跟着这个媒体的浪潮，抗中反中的情绪蛮高的。那有些小博主跑到中国大陆去看，不一样，毕竟还是少。但是小红书里面最有厉害的一件杀烧的是什么？美国人问，中国人问，2块美金你在美国能够吃个早餐吗？美国人说2块美金什么也吃不到。他问你们呢？我们可以来一个肠粉加一杯咖啡。那美国说再加1块钱，3块钱，3块钱我可以加什么这个甜点啦，什么东西变套餐了。美国一个汉堡是中国大陆汉堡的2倍啊。现在如果再比较一下，你到家里面3个人吃一顿饭呢，你小费要付多少？美国的不得了，最可怕，州税、联邦税再加小费，那一餐下来要付好几十块美金呢。那几十块美金，美国在中国可以办一桌了，不得了，办一桌了。所以你看病，你花多少钱？刚刚那个大学生讲，美国我记得很多年以前，美国1个学分就要350块美金，现在大概不止了，不止，现在不止了。那中国大陆才650块，最清楚，650块美金读1年啊。所以美国一个大学生搞好几万呢。所以台湾有很多人送到美国读书都很清楚嘛。美国学校贵啊，生活也贵。有一个美国的观众讲，我打3份工才勉强养家。你打3份工还吃不好。美国的营养午餐，2片黑吐司面包加1杯的果汁。你看看中国的这个营养午餐，看看台湾的营养午餐。所以这个问题啊，老百姓从日常生活里面突然感觉到，中国没有他们想象那么贫穷恐怖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习近平还在讲鼓励交流还是要花点旅费的啦，对不对？这个小红书随便聊天里面就发现，我到底是在铁幕中还是你在铁幕中啊？我的生活怎么比不上你呢？医疗也不行，读书也不行，日常生活的食物获得也不行，所以这些问题啊，货比货，人比人，这一比啊，就把美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污蔑泼脏水的中国，突然一下老百姓说，不是这样的。所以小红书里面有人唱中国歌，唱得蛮好的这个公开讲述，非洲人唱好，非洲人那字正腔圆，非常好。美国人讲话还有那个 tone 不一样，对。但是问题重点不是非洲人，重点是美国在唱衰中国大陆的时候被这个破功了。将来美国人可能有2种，一边在玩 TikTok， 一边有看小红书。因为小红书的功能很多。对。你要学中文，可以透过这个接触的层面更广。接触层面广，而且小红书有一个好处，我不跟你谈政治，不谈政治，可是比谈政治还厉害。你2块美金，你什么也吃不到，我这边可以吃什么，对不对？生活人比人最容易比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消费，这一点比什么宣传都有用。好，那我们问一下苑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跟你讲啊，我平常啊就是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啊都有看，我非常非常有感觉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 TikTok 的年轻人，所谓的 TikTok 难民啊，都跑向小红书啊？最主要的理由啊，我必须坦白讲啊，在大陆其实是不能用 TikTok 的，你要搞的在大陆叫抖音了啊，这个 TikTok 在台湾可以了啊，小红书就不一样了。小红书的话是毛语录的代名词啊，小红书基本上大陆的，所以在透过小红书交流啊，都要用翻译的软体啊。我觉得这里面有3个问题啊，因为我一开始用小红书的时候啊，那个我会问人家说小红书什么呢？他跟我介绍了8个字：美女如云的，美腿如林啊，意思就是个年轻女性的，她是搞化妆的啊，搞旅游的什么的，就出发点。小红书在台湾非常红啊，
我跟你讲哈，大家要了解，要像快手的话呢，基本上的话是我老人家看快手觉得很过瘾啊，里面就会比较深层的一些题目。那小红书本身来讲的话，年轻人会涌向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我这边强调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呢，你知道 TikTok 在美国变成什么？变成不卖就禁。我跟你讲，任何年轻人听到这句话，就完全不符合公理正义啊！你随便去问一个美国人，讲说你这个东西呢好就要给我，不然这就是流氓，这就是强盗。年轻人能够容许他们政府干这种事情吗？所以大家很自然会讲说，那听到不卖就禁的话呢，那我们不能接受啊，所以呢就换了大陆的 APP 在换的非常多，我举的例子非常多，每个都是啊。但是呢，小红书的年轻人涌入特别多。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年轻人本身呢容易沟通。他们懂这个翻译软体啊什么的，希望我们原则上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不需要翻译，直接会用英文的话。但是小红书美国人的话，看到小红书一个翻译后，这个什么叫做赛博对战啊 ？cyber 对就是 cyber， 就是说是在网络上的话，大家互相沟通讯息啊，打开茧房啊，茧房就是封闭的行为的话，大家一对。讲到生活上食衣住行的开销，我告诉你，大陆的生活拿来跟美国一比较的话，在美国人挣的钱的1个月，在大陆可以还1年，你知道吗？这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在美国不管挣多少都不算钱的，在大陆的话，钱就是钱的啊，这个非常重要一点。然后第3点的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官方上来讲也非常鼓励这种气氛呢。美国本身现在又一大堆专家跑出来说哎呀，这个就涉及国安了。美国的国安搞到自己都笑话。前一阵子的话呢，现在升官的那个毛宁讲，说大蒜都有国家安全危机啊，然后毛宁说大蒜做梦都没想到他跟国安还有危机啊。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一次这个要进这个TikTok 啊，那上诉到最高法院，可是最高法院不要忘记啊，是9-0啊，完全压倒性的支持可以，可是拜登呢也算是啊，就觉得说我还剩几天了，我干嘛要去执行？所以他大概就是说不执行了，交给新上来的总统嘛。那可是说老实话，他们这2个总统都有用过 TikTok 所以你今天要进自己也说不过去。但是因为一开头把这个 TikTok 的威胁就是本来是中国威胁论，后来变 TikTok 威胁论，讲得太大了，那下不了手，不能收回。那现在就是川普这个人是有可能会收回，特别马斯克如果有给他一些建议，说不定会收回，因为毕竟他也是川普可以拿来做的工具嘛，对不对？而不是说好像是一个自由派的专门来对付他的，其实不是，他也可以在这个上面来使用。那今天我觉得你让年轻人变成难民，跑到小红书，然后看到一些东西说老实话了，我们亚洲这几个国家不要讲别的，就是台湾、大陆跟日本、韩国，第一个你可以介绍让人家知道我们这边出门旅游是有多安全，比欧洲、比美国都安全，对不对？而且方便真的是很方便。然后呢，吃的东西真的是便宜啊！我不该讲韩国，但是日本、台湾跟大陆都算便宜了那我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他们说到了大陆以后才觉得哇，吃东西真是天堂了，差太多了，跟美国吃的，就是美国吃的。美国是给你很大的这个分量，浪费啊，浪费嘛，哪吃得了那么多，对不对？真的是分量很大，但是一点也不精致我觉得这单调，对。但是这个是，那刚才因为我在大学里头，我真的要讲一下学费。我们台湾的大学生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学费太便宜了，所以根本都在混。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付美国的学费的话，我觉得他会觉得对不起父母亲。对，真的是，因为为什么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美国学生不敢翘课，因为他觉得翘一堂课不得了，他丢了多少钱，我就损失了多少钱那你想想看，大部分的我们现在台湾，如果你念公立大学都念得起，我一个好朋友的小孩最近去美国最贵的公立大学，1年7万多块，8万块。你想想看，要花多少钱？这200多万呢？这就是只有1年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费，还有一些需要的一些生活费，所以真的是我相信以后台湾的现在的大学，你看我们这个渊老师的台大什么招生的对象羞涩非常非常寒酸的。对的，但是你们招生的对象那些全英语的 program 讲明就是要招
美国的这些华裔只有回来他们管院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讲起来就有点情绪。对，但是至少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读太贵了，那些有些华裔干脆就送回台湾来读。所以美国学生一看，我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的交换生，我都会讲，像那些从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来的，我说你们来台湾太爽了吧？生活费低了那么多然后你看这个学费也是便宜的，然后又方便又安全 ，CP 值又高，CP 值真高，真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很多人从美国回来读我们医学系啊，太便宜了，说美国1%的薪开玩笑学费啊。我还有认得是回来去读你们的兽医系。我跟你讲，那才。昨天新华社呢是揭露了，这中美是通上话了，而且习近平是直接打电话给川普，他们还发快讯说他们两个人呢，在3天后呢，的美国举行的就职典礼前，他们先通过话了，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的互动，希望中美的关系在新的任期有好的开始。但这回特别奇怪哦，是由中国的官媒先释出消息，美国的新闻媒体在跟进评论。习近平说了，中美可以成为伙伴跟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那么现在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同意建立一个战略通话。他们呢在里面呢讲到有一个战略通话管道，而且针对一些中美的重大议题，他们其实是可以保持联系的，希望中美不要再呈现一个对立的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川普说美中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其实他也觉得应该要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所以他也希望尽快跟习近平来见面。那么他们两个通话之后，习近平就呼吁美方，你应该要慎重的处理台湾的议题，因为台湾的问题呢事关中国国家主权跟领土的完整。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看来两边都释出了善意，但是习近平呢跟川普通话，为什么安排在就职前，而不是一胜选的时候就打电话呢？有人说大字贯穿始终，两个人通话时间的安排其实有深意的。因为呢，其实去年11月川普就当选了，各国领导人打电话来恭贺他是蜂拥而至，但习近平按照中国的惯例是发了贺电，直到川普就职之前，他们才通上电话。为什么呢？有人分析了，因为经过第一任期之后，中国其实对于川普的执政风格有一定的了解，那么美国对华的打压不会因为总统的改变会有所更迭，所以不需要在第一时间就去跟进，而是呢在这个就职之前再来做这些通话，也许会有更多的谋略或是想法，他们背后可以先做讨论。那么可以看到，川普的就职典礼居然没有请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那么未来谁会在南海站他这边呢？跟川普亲自邀请中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你可以看到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菲律宾，现在总统小马可仕没有收到邀请函。那么美中台博弈迎接川普 2.0， 是不是要亲中援美？日本也陷入了抉择，因为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川普选上之后，几番求见都被冷落，甚至呢最后也不去他的就职典礼了，而把访美行程推到2月底就职之后。那么日本如何阻止中国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抢尽风头呢？他们就派外相严乌义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希望呢捍卫东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另外一个不言而喻的动机，那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在这一个就职典礼上面抢尽了他们的风头。好，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很重要，也是美国过去最重要的伙伴，就是韩国了。随着韩国现在尹锡悦正在受审，韩国可能考虑进口更多的美国食品来安抚这个美国的准总统川普，减少呢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那么尹锡悦被捕，现在朝鲜官媒时隔2日首次报道，那么不断刊登反尹锡悦团体的消息。戒严事件之后，朝鲜官媒只就韩国的政局报道过5次，但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蛮多的了。那么韩媒说，尹锡悦成名 YouTube 误国，极右频道收入惊人，尤其他老婆金建熙影响超级大，每周净赚1.7亿韩元，换算台币每个礼拜就有378万元进账。那么金建熙涉猎 YouTube 极端右派网红上呢，其实她可以发挥莫大的影响力，只不过随着她老公入狱之后，金建熙现在的状况好像也不太好哦。
相关人士就透露了，金宪熙瘦了很多，而且看起来憔悴，甚至头发也变白了，几乎无法进食，据说只能靠药物支撑。而尹锡悦他呢，关押后还发现说他呢，其实在里面很好，请大家不用担心，国民走上街头为国家奋斗，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还在煽动群众。尹锡悦被捕后，执政党支持率竟然还反超在野党。过去大家都会认为说，在野党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要来更迭取代现在的执政党了呢？但奇怪的是，在他被捕之后，国民力量党的支持度竟然来到了39%，还比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多了3% 的支持点，很多人都觉得相当的意外。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看这川普跟习近平通上电话了呢？这个电话打的时机很有意思啊。川普11月当选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啊，跟他道贺啊，这个拉拢关系。对，中国大陆啊，我老神在在，就致个贺电。那这个时候打电话就看出分量的问题了。衡量当今全世界3个大国，美国、中国、俄国，其他都不在话下。你看这个川普的那个态度，加拿大只是小弟啊，娘们儿是吧？这个日本要去见他没空，对吧？菲律宾闹了半天要碰瓷，要美国来帮忙，美国也没去跟他站个台。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时候打个电话，只是把这个希望中美两国的关系的一个愿景讲得很清楚，我们合着两利，斗得两败啊。台湾问题那不是国际问题，是我家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掺和。那么讲这个话，它是有依据的，因为你对拜登那种啊，这一天到晚讲说啊，全世界民主架势啊、联盟啊，那种人讲这个话没有用了。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眼里面台湾的利益到底有多大呢？那台湾今天讲老实话，美国帮他出兵吗？不值得。保护他吗？没有能力。丢了他也没太大损失，只是个面子问题。商人没有什么面子考虑的，商人就看利益大小。所以习近平讲这个话，就是暗示他你犯不着为台湾的问题跟我翻脸，对吧？这个大家实力心里有数。你在西太平洋的军力不见得占的优势，你要为了捍卫台湾呢，是你跟俄乌战争一样，你被拖入到战争。这个东西你想利用台湾来消耗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已经心知肚明了，这个不会上你这个当。所以这些话里面隐含的含义很多了，你慢慢去揣摩吧。因为见面不见面，那是要看双方外交官私底下能谈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国的领袖见了面，一定有联合公报，就要有结果的。所以见面还有的时间去慢慢磋商。但是这个通话呢，已经把立场表得很清楚了。而且中国的这个地位啊，我没有跟着人家一起来导和嘛，在你就职前面接不接电话看你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些小国家想去蹭的没有用，大的国家告诉你我跟你通个话，对不对？所以这个通话它有含义在。下面的问题啊，日本想阻扰中国出风头，你凭什么啊？石破茂到2月份才能去求见啊。但你要在这个典礼上，你日本能有翻出多大的风浪了，对不对？第三一个，韩国现在真的很惨啊，这个总统被拘禁啊，在审查，但是也看出来最近也美国在按住尹锡悦，因为尹锡悦是最哈美的一个，舔美舔得最凶的一个，如果让李在明在野党这个党魁当选的话，一定出问题。所以不外乎2种手段，一个是支持这个尹锡悦的粉丝出来搞群众运动来阻挡。对，一方面呢，可能就会促进，因为尹锡悦是检调系统出来的，对，所以李在明还有案子。如果用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把李在明解决掉，那也就可以。因为在野党唯一有声望能够选举韩国总统的是他，美国在这个时候一定插手，以美国这么多年在韩国的作为，不会说
就让尹锡悦这样倒掉啊，弄了一个亲中的这个在野党的领袖出来。这个世界大局啊，你一个是看明的，一个是看暗的。暗的是看双方的利益关系。这个第一岛链里面，美国能够最扎实的就是日本，其次就是韩国。那所以这个问题当然不希望韩国被尹锡悦这个事情搞垮。所以我们看新闻呢，你把这个利害关系先盘算清楚，再来看他们的言行就比较明白了。因为对商人打交道，就记得一些，商人第一个没祖国的，商人是永远追逐利益为第一优先，所以台湾的价值啊，你用得上棋子你用不上棋子呢，台湾被美国卖掉也可能。这个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看了，变局会很大。第三个看世界局势来讲，一定要有像样的领袖。泽连斯基就是个烂咖，是一个演员，所以把这个国家带到家破人亡，这个人民血流成河。然后看现在的三个大国，中国、俄国跟这个美国。川普只干过4年了，习近平跟普丁两个都干了10几年了，谁是比较老谋深算呢？我们可以往后慢慢看。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因为川普的就职典礼即将来登场了，不过这涉嫌到很多的多国在角力，很多人也想去参加，却参加不到。不过我觉得说现在大家也不必彼此这个就是自怜了因为很多人大概也都没办法真正参加嘛，因为这个从户外要改在室内，因为华府的天气，我们前2天是大概10度左右、11度左右的低温，他们是零下11度然后你想想看，这些老先生真的不能在户外特别不是只有川普我们去想想，美国很多大法官年纪也不小，美国还有很多的议员也都年纪不小，对，所以他们要出席这样一个盛会的话，不要忘记，美国在1840年选上总统的当年这个 Harrison 他就是一个年纪68岁了，当选之后呢，户外那时候还是3月，还不是1月对，3月就职，要骑个马，送到冻寒，几个月就死了。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在户外这个老先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川普你知道他上一次选上之后，他最爱夸口的就是说，哇，参加我就职的人数是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多。就大家看那个镜头说，你比奥巴马那个时候少很多所以我想他大概也担心这次这个人数看起来天气冷的话，在户外嘛，很多会不漂亮，他干脆在室内，那就受到限制。那这个样子，很多这些想要去蹭川普的人，大概没蹭到，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说实在太小，到室内了，我们实在太小了，就蹭不到了。那我一直也认为说这个北京那个时候盘算，一开头说邀请习近平，我们就已经说了，绝对不会是他，对不对？我讲过很多次，按照习惯就是副手去，对这个美国都是副手去参加就职典礼，那这个也是，那韩正去，我觉得就刚刚好嘛。那可是日本就比较惨，因为日本没有，其实日本有副首相。但是呢，好像副首相还跟这个外交部这个外交大臣这个外务大臣这个之间的这个权力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所以感觉上面今天你派的是你的外务大臣去，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那至少我觉得他们这2个大概都可以进到室内。有些时候有些人还不一定能够进到室内。那习近平这个盘算，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就是说在就职之前先把话讲了提醒他一下未来两国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个川普一定会记住，大陆是话不会讲很多，但是如果今天你川普要来访问大陆，最高规格。让你摸到你心里头非常的宾至如归非常的爽，顺你的毛，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呢，先话讲一下，我们关心台湾的议题。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要去关心一下，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对我们有一些，就是默认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的势力范围，而也希望大陆接受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势力范围。换句话说，
大陆现在可能在巴拿马有一些影响力什么等等，美国很希望大陆撤出，那交换以川普交易式的外交会不会交换？美国也在南海跟台湾台海这个地区稍微就是说让至少承认这是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苑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这通电话是中国官媒主动发出讯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他这个话呢，里面牵涉到人事时地物，大家都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它重要的原因。时间上是尤其重要，是在什么呢？就是在拜登一心一意使坏这2个月来以后呢，川普本身在就任前3天呢，主动放消息，大陆的官媒主动放消息，跟这个川普跟习主席通电话，这里面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而且把内容都完全说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川普本身的话呢，我觉得呢，他之所以通的消息，习主席他原则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议题就是美中关系的红线。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它极其重要。台湾有很多人他并不了解，以为这是很多议题中的议题，没有。大陆只有这一个议题，美中关系就主要讲台湾问题，不是贸易，也不是经济，甚至不是政治，就是台湾。但是对于川普来讲，他有3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3个议题当中的话，首先第一个，中美的关系的话呢，为什么叫大制横行啊？就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有重大的发展，就对于重大的议题要有这种大智慧，然后来平衡这里面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消息的话呢，我觉得大事情很明确的，就是说川普里面已经强调，就是说 G2就是说 G2 的这种会议的话呢，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第一个强调的重点。本身的话，就是非常需要这个跟中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本身呢，虽然他是生意人，但是他做什么事情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呢，他其实还有一个牌理，他的牌理就是将本求利。那么生意人当中的话呢，他现在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他原来讲24小时内要结束俄乌冲突，现在他没办法 deliver， 英文叫 deliver， 意思也就是他办不到以后呢，他现在就是意识到之前的协调找一些小国土耳其匈牙利都办不到，现在没有中国出手是办不到的。所以说呢，他真的就是双枪舞剑，意在沛公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呢，川普会主动的打这个电话给这个习主席的话呢，其实两岸的关系的话呢，要把这个头皮抓得紧一点大家原来的话呢，就是说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会把大陆搞得死来活去的没有这回事大家要了解川普现在的话呢，因为他政事不稳定，所以他什么事情都会出你的想象之外，所以这个电话的话呢，讲起来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川普很容易挑逗人的心情像几个表面上跟美国特别听话的菲律宾日本欧盟冯德莱恩乌克兰都没有机会去然后川普里面讲了说，我上任以后很快就要跟习主席见面，同样的，昨天他也讲，我上任后很快要跟普丁见面这里面的话呢，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大家要适度的注意这件事情。